我想半导体这个故事，大家可能买股票常常接触啊，但是真的认识它吗？其实不太认识。然后所以我们访了包括第一代的做这个工程师，现在都80、90岁，还有很多技术跟作业员的姐姐们啊，然后还有90多岁的当年的政策推动者，还有我们这个因为要扩厂而迁居的很多的居民等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算是口述历史的计划，最后从里面诞生出一个106分钟的纪录片，是关于台湾的半导体，其实是台湾奋斗史。我去看完之后呢，很多人问我，第一个反应是看到很多长辈们在哭。对，因为真的50年的奋斗，当年他们也都是20郎当岁的年轻人，然后被国家赋予重任，要到所谓的先进科技国家去取火种回来，然后帮台湾当时要突围。嗨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塞恰，我是 Inside 的编辑 Mia， 我是 Fox。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来宾，我其实内心中可能是我最近这几个礼拜最紧张的一次，但是因为 Ben 呢是我们这个爱料理，然后同时间也是关键评论网的投资人，所以是我们的重要的这个董事啊。但那他同时间呢，过去也是这个新浪网的共同创办人，然后在新浪网之后呢，他创办了这个 Synapse。那最近呢，是因为有一部电影叫做《造山者》。然后要在6月13号上映了，那我们就想说，请 Ben 来跟我们聊聊，就是说从网络圈跨界到这个纪录片圈，然后到现在这个最新的电影要上映了的一些故事。欢迎 Ben。嗨，谢谢 Fox， 谢谢 Mia， 谢谢所有的听众。我这么久以来第一次上你的节目，对，这个完全没有，真的，我是听众了哈，是，对，Ben， 你可以跟我们以防有人不知道，可能请 Ben 还是要介绍一下这一部最新的《造山者》这部电影。《造山者》，造山者是我们工作5年，专门在谈台湾半导体的奋斗历程。那我们跟萧菊珍导演，还有陈天顺制片，我们3方还有我的 Synapse 我们3方一起合作了5年的时间。那预计在这个礼拜5，我们播出时间是已经是上个礼拜5，上个礼拜5，对，6月13号是正式的上映日。但我们从5月10号开始发表，那开放各界包场，然后那个口碑传散回响非常大，对，所以我们是用5年的时间走访了80多位这个亲历者还有以及现在还在线的工作人员。我想半导体这个故事，大家可能买股票常常接触但是真的认识它吗？其实不太认识。然后所以我们访了包括第一代的做这个工程师，现在都80、90岁，还有很多技术跟作业员的姐姐们然后还有90多岁的当年的政策推动者，还有我们这个因为要扩厂而迁居的很多的居民等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算是口述历史的计划，最后从里面诞生出一个106分钟的纪录片，是关于台湾的半导体，其实是台湾奋斗史过去50年。我自己看了，因为我实际上因为6月13号虽然是正式上映，但就像 Ben 刚刚讲的，从5月中就开始陆陆续续有非常多的企业包场，然后我有幸参加了其中的一场。然后呢，我去看完之后呢，很多人问我，第一个反应是看到很多长辈们在哭。真的哈，就是一来是电影上面这个影片里面的长辈们这个阿伯们都很这个哭戏，然后下面的人也都很感动在哭戏的哭成一团，对，就觉得哇，这是很魔幻的一个时刻。对，因为真的50年的奋斗，当年他们也都是20郎当岁的年轻人，然后被国家赋予重任，要到所谓的先进科技国家去取火种回来，然后帮台湾当时要突围，因为台湾在50年前刚好是比如说退出联合国，石油危机，包括中美断交，种种的风雨飘摇，那是一个弃子了，国际上的弃子，台湾要怎么办呢？我想当时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那愿意留下来奋斗的人
觉得科技是一个我们要突围的方式，所以就做了非常多重要的事情，而那些都是很没有把握的，在当时。所以当时衔命要去做这个任务的20-30岁的人，到今天他心中50年来还是有非常多那个情绪还是没有卸下来，那个国旗还在身上了。对，所以今天就是我们的导演去访的时候，他真情流露，他就非常哽咽。那这个哽咽我想也有很多的不管是同理心或者是传染，就是大家在看的时候都会感受到他们的心情。感觉就是台湾这个风雨飘渺，中华民国风雨飘渺，然后我们要这个国家自立自强，然后我们要去接回来，然后我们感觉回顾了几十年后，我们没有这个辜负了前人的努力，部长跟院长的交代的那种感觉，许许成功不许失败。对对对，你就觉得哇，这真的是有一种很 Mission Impossible 对大时代的这种感觉。那你我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感觉，是因为里面有讲了很多大佬，就电子业大佬。那因为我是做网络，其实我对这些人其实是非常陌生。你最终可能只知道就是张忠谋啊等等的。那你听过这些名字，比如说你会听过旺宏。你说旺宏就是以前我小时候，我妈妈买股票，我会在收音机里面听到旺宏多少钱。但你只听过这些公司，但实际上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人全部。对我来讲，根本上就是同一群派出去的那30个人出来做的。不，旺宏还有一点不一样。旺宏当年吴敏球他们是从国外的学者回来，等于是后来其实台湾这个后来大家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以后，就有很多国外的创业家回到台湾来发展。旺宏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对，也是第一个登上这个 Forbes 的这个财富的封面人物。对，所以当时旺宏你在店里面也看啊，旺宏跟台积电，对，其实很多的员工是宁可去选旺宏嘛，因为是有产品，对，大家会觉得代工这是什么？对，所以大家都是当时事实上这是一个有非常多等于说同业之间彼此之间既竞争又合作，对台湾在这么一个发展出一个重大的生态系，而这个生态系有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兄弟练功啊。对，大家在一个科技园区里面，又是需要校友，然后又是在几百公里之内，大家基本上都是拼命练功，练完功以后再去打国际杯。对，所以台湾经历了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50年。那很多的民众可能跟他的接触都非常的小，除了你刚刚是收音机里面听股票，对。小孩去念功课，对不对？对，然后鼓励他念功课，其实其他都不太知道。对。那因为我们在做的很多又是代工，所以它的产品实际上都是进到了别人的机器里头。对，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刚好给大家重新建了一个脉络，建立一个台湾的所谓台湾精神。对，透过一个科技的这个题目，所以我们跟导演也是说他很不容易啊，就是说拍了一个文科生可以看懂的科技奋斗史。当时间为什么会想要做他为什么会开始这件事情？然后你觉得这个故事我们面临现在这个社会的最大的议题会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想到我们自己常常看这个这个晶片战争啊，我们很了解美国人在讲他们那一边的半导体，什么仙童半导体等等的历史。可是，在我们这边反而没有太多，没有那么多故事被写。事实上，老实讲，媒体报道并不少。你真的会去看，不管是以前的，比如说商业的天下，或者是远见，或者商周，数位时代，其实都在写。可是它是属于在一个产业报道关心的人在看，一般的民众他比较不晓得从哪个切角切进去，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作品其实也是帮大家找了一个台阶，之后你再去看，其实你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你问说这个5年前怎么起心动念哦？当然我们在做 CNEX， 我们本来就一直在关注台湾的题目，我们在寻找。然后不管是我们自己定题目，或者我们在听别人跟我们说，那萧菊珍导演也是金马奖得过2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导演，所以他也是非常饱满的一直在创作。那我们第3个共同这个出品方
陈天顺，他是404科技的前执行长，他其实以前就是在半导体的圈子的人，然后他投入在文化界，开始在新竹的这个地盘上啊，做很多文创相关的投资，包括开书店叫或者，然后开旅店开等等，然后去认养这个影博馆、新竹影博馆等等。所以我们三方其实是因为你在电影里面看到的有一个告别式，就是胡定华先生，他算是过世的蛮意外的。我们这个业界其实大家没有意识到他身体感觉上还很好，就突然之间在睡梦中就走了。他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班长型的人，就那一代的20-30岁都是跟着他一路打拼出来。所以胡定华先生的告别式那时候在举办的时候就在万宏馆，那萧菊珍导演是清华的老师，就在现场。那他在现场就有被深深的触动，就是这一批看起来或者是很遥远，或者是很冰冷，或者是很木讷的一些看起来很有钱的工人，对对对，突然之间发现他们里面真情流露啊，然后原来这一批人当时是这么浓烈的革命情感。那他在当时就在问说，有没有人把他们的故事好好的记录下来？发现影片是没有的。那我另外一个很好的朋友是这个01科技的董事长林家勋 Peter， 他也在现场，出来就打电话给我说，你们能不能帮这个时代做点事情？我跟萧菊珍其实就在金马奖做评审那一届就碰到了，就聊到发现彼此在做这个事情。那当时他已经拉了陈天顺，已经开始做一些事，我们就把2股力量就扭成1股力量，就走到现在。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大家看得很落泪，然后大家觉得很感动，然后我觉得很多这样讲文科生也可以看懂的这个半导体历史这是一个很重要。你觉得有什么重要的元素可以让它变是让这种冷冰冰这种感觉很离我们遥远的故事，变是比较引发共鸣的故事的关键点会是什么？我觉得这里面你看他没有去解释太多科技名词，他都是从一个有点像事件，这个有点像游戏一关一关的在过嘛。对对，所以他的那个故事的曲线，我们不是真的是用科技的规格去讨论它，我们让人的故事还有国家的命运来主导这整个故事的走向。对，那其实我们在背后有常常在讨论，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担心，比如说林本坚博士，他做了那个浸润式，在整个台积电要能够主导业界规格，然后把 ASML 的那个机器突然之间被证明说它可以突破摩尔定律，这个对我们工科来讲，其实这些觉得很容易讲，可是我们发现，这个文科生听不懂，对不对？所以后来在里面，你看林本坚并没有真的，我们大概花了不到1分钟吧，大概30秒去讲浸润式这件事情，对，就让他大概知道有这么一个事情，知道他很厉害，对，够了，原理我们都不讲了，对，因为讲完这边科普就会睡掉一片，原本在感动流泪就睡着了，对，所以我们其实是把怎么讲理性的那个开到最大吧，感性了，把感性开到最大，对，因为老实说，要讲科普的东西，其实不少我们这部片吧，应该这样讲，太多的报道、产业解释，在讲技术，都在讲技术的工作，对吧？对，那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再去那边再加把力的，对。但你有觉得，就是说这部片其实出来的时候，真的刚好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我觉得这时间真的是蛮棒的，尤其是川普上任之后，然后就是讲这个台湾是偷我们的技术，或者是我们讲更大一点，说是地缘政治，在讲台积电现在多么重要，到底要不要出去国外设厂或等等之类的。那你觉得我们看完这部片之后，你希望尤其是年轻一个，就是可能20-30岁的人看完这部片之后会得到什么？我们本来想这部片拍，我们当时设定大概1年半吧，2年先把它拍完，因为我们本来只想拍一个历史，拍叫做前传，就是到底整个台湾的所谓护国神山的前传长的是什么样子。对。
结果后来拍着，这故事越拍越大嘛。这个整个国际上的变化，包括那时候因为疫情而让晶片稀缺，对吧？然后台积电突然之间变成全世界各国元首都要来台湾，要来争取那个订单啊。然后跟三星的纠缠，突然之间三星不见了，我们是跟 Intel 对不对？超越它了，对吧？然后后来没想到拍着，也没想到这个 AI 就出来了。哦，真的，对 ，ChatGPT 出来之后，这件事情更明显。对，然后拍着，也没想到川普就又当选了。对，这个国际局势又变了。对，所以我们本来的 project 应该在2023年要结束，就拍了2024，然后到最后2025的3月份进白宫的那个故事都被我们装进去，我们才真正的200%的去让它停。对，这个导演也是下了一个大决心吧，就是我们本来是4月份就要发表，就是因为那个最后的事情，不得不我们把它往后延。就是有在白宫的画面有这个演讲。最后那个就是我们的CC 魏哲家董事长，这个台积电进到白宫呢，进到这个总统府。所以这个等于说，我们本来想拍历史，后来拍到时事去了。但是时事我们觉得比不过新闻，因为新闻是追得最紧的。我们到后来也是跟导演我们在讨论说，我们不是新闻媒体，我们一定是还是讲历史，但是我们要眺望未来，我们把未来的故事要能够做出一个有指向性的，让观众在最后会有反思。这个反思本身是重要的，而不是只是看看过去的历史。所以真的我们讲说，它是一个向过去致敬、向未来发问的一个行动了。对我们来讲，它不只是一个纪录片。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很希望更年轻的一辈可以进来。那因为我们这个前面50年的造山者我们本来叫做，我们副标叫什么？我们叫世纪的赌注。对，我们原来叫半世纪的赌注，因为是50年了。结果我们后来发现这个赌注没有停下来，所以后来半拿掉了，它就是一个世纪赌注，还有50年要接下来，它是一个还在进行中的历史。需要靠更年轻的一辈接棒去国际上去竞争，所以怎么让大家认识上半章，还有下半章还要写。我记得导演在我包场那一个场合里面，他有提到说，其实整个后制一开始是比如说预告片里面没有英文字幕。因为片才刚剪出来，然后很多东西都刚刚出来，所以这时候没有冒烟的，对。然后忽然间因为没有字幕，然后字幕还要对，然后想要再加片段，然后就是那个断点断不掉，就是没有一个 clean 的断点，所以导致于后面就是就都非常的赶。然后那时候甚至有 Computex。就是我们开始包场，就上个月，就是5月中的时候 ，Computex 就觉得说，这应该直接在 Computex 每个人进来就看一遍啊，就看过了才能进 Computex， 对，才能进 Computex 啊，对不对？或者是直接有个放映厅，就所有这样流水席的进去，感觉就会挺好的，挺好的，挺美的，对，对，挺棒的。对，但是后来没有发生，因为我们当然这个有一点这个。筹备不及啦，因为实在我们这个事情太多，然后包场其实也很踊跃，然后 Computex 其实大家都忙着做生意，对，白天晚上根本没有停，我们想切不进去，他那个整个活动是真的太饱满了，因为就想说找黄仁勋来看一下，或者是找这些半导体任何的一群人来看一场，然后带着。自己的厂商大家来看个电影，然后但是里面有很多厂商，后来他们都有自己来看，然后包场，包括 Sammy 就是半导体协会也都有参与在包场中。就说目前包括像一些科学园区的一些企业，很有趣。我们后来有几场这个放完了以后，他们的员工就走出来说：“导演，我这个满血复活。”以前就是一个 job， 你知道吗？被梦想灌满了。对，突然发现原来这个事情跟我们这个所深爱的这个土地的关系，过去有这么深的脉络。对，然后而且那一批人到现在80几岁，他们还是有那样子的情怀。那这个情怀有感染到，我们觉得说这个就值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
特别的策略，就是说，我好像观察到进来的电影行业都会这样子。我就请教一下，就是说，我感觉上现在有另外一种趋势是，除了纯粹的 to C， 就是对一般的观众公开上映之外，另外一个是有一个脉络的做法是，好像是先做包场，还是这是一种你们预想到了一种新形态的操作吗？其实包场台湾行之多年了，像我记得2012年，你看话说13年前我们的不老骑士到后来看见台湾不是我们的作品，但是都是靠大量的包场。大概我印象中不老骑士大概30%都是包场的票房。那看见台湾可能更多，所以包场是一个台湾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说台湾的公民社会他愿意用自己的单位或者是社团，然后让他的会众大家一起来看，看完了以后来做分享、讨论，然后可能会传散出更多的包场。对，这种动员就不是散客一般说，我周末要干嘛，杀时间，然后去周末，然后我去看不可能任务算了。对，不可能任务跟造山者，对，哪一个是不可能任务？这个，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算是一个组织型或者一个社团型的一个传散过程。的确在别的国家，目前我没有看到像台湾这么 active 的一个做法。对，我觉得这真是一个独特，而且它其实是累积了很大的口碑，因为就像刚刚讲，很多企业包场，有时候帮场业者的同事包场等等的，这个我觉得回响蛮大的。对，最早我记得是叫做口碑场，从发表到上映中间想办法要做口碑场。那口碑场的时候以前还不是靠企业，是靠票这个什么片主，自己想办法去举办，对，拉这个学生，拉这些意见领袖，然后办个好多口碑场，然后想办法在 social media 上面去传散。对，但现在口碑场其实已经结合到真正的这个观众了，所以而不是由我们来发起，对，不是我们发起的。如果以防大家不知道，因为Ben 做纪录片这件事情，应该是从2007年就开始做了。那这几年呢，有开始做就是台湾 Matters， 就是跟台湾系列有关的。那如果大家略微知道的话，就是在去年Ben 其实也是金门的制作人，对，也是制作的监制啊。那这部片呢，就是已经达到这个奥斯卡，然后是候选的。这个也造山者不是台湾 Matters， 对，造山者其实跟台湾 Matters 它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台湾 Matters 当时的设立是想要帮台湾故事往海外观众面前去说，所以其实都是英语发音的，包括金门也是英语发音。我们还做了一个叫台湾味，讲台湾的各种美食跟台湾的近代历史有关，包括像 bubble tea 珍珠奶茶，然后小笼包、挂包、板豆等等这个都是用英语发音。造山者是我们另起炉灶，跟萧菊珍导演和陈天顺，我们等于另外找了一笔这个支持的资金，然后做出来的作品。但这也很妙，因为它也是属于一种非常台湾 Matters 的核心价值，对核心价值。只是他的观众，我们当时的第一设想其实是台湾的观众，先把台湾的观众希望把这个故事说好，把这个故事按照萧菊珍的说法，他希望把这个故事交给下一代，因为就台湾很容易往前看，不往回看，对，所以大家都在拼命的玩股票啊，然后也不太管过去的事情，就掩埋了。那短短50年，很多事情都不可考了。所以他其实也是一边做一边心疼我们也是一直在跟时间赛跑，因为我们的拜访的那些80几岁的，我们5年就走了2-3位。所以这些活历史就是我们没有做，我们就最后一个机会把他们的声音全部都集合在一起。80几位事实上并没有办法都放到106分钟，所以我们没有放进来的，最后会打包成为一个口述历史，交给清大、交大的图书馆去典藏，将来可以让台湾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共同记忆。金门呢这一部这个纪录片，它其实是台湾的第一部入围奥斯卡的最佳纪录片短片，对，然后是在讲述跟金门的一些情感的。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当时间为什么会参与这一边的制作 ？OK， 金门这英文叫 Island in Between， 就是夹在中间的岛屿。所以虽然夹在讲金门，其实也在讲台湾。就是金门是夹在这个台湾海峡两岸嘛，对，但是台湾是夹在太平洋的两岸。所以我们当时为什么会做金门的故事？其实跟疫情是有关系的，就说我们当时要做台湾 Matters 的这个计划，我们内部就发想，第一个我们先去访问了全世界我们最熟的一些公共电视媒体，包括美国、欧洲、日本，通通去问说，你们想要看台湾的什么故事？排名第一是什么？地缘政治。我说很复杂你真的确定吗？他们说我们的观众不怕复杂，但是我们没有碰到好作品。这个话其实我们一直都记着。然后我们在挑题目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这个题库。金门是会进来，是因为刚好在疫情的时候，大家不都伪出国嘛？就在岛内，就去离岛，去离岛。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去金门，哇！然后其实我也没去过，对吧？没去过嘛？装什么经验？没去过，马祖、金门我都没去过。然后导演 Leo 江松长，他也是带着家人第一次去金门，大家都伪出国，你知道吗？然后在那边待了以后，就有非常多的感触。回来以后，我们两边一聊，就说那个故事该做。然后在我们 CineX 内部一提出来，全票通过，所以我们事实上是有做投票系统啊，那个我们都很科学，工作很科学的。然后他是属于高票，然后 Leo 就嫌命，就直接就扎到金门一段时间去做调研，然后就出了一个短片出来。然后后来就跟 New York Times、跟纽约时报一谈，他们就也非常喜欢这个题目，然后就成为纽约时报作为我们的 co-producer，然后在纽约时报发表。然后就报名 Oscar， 然后就入围。我那时候记得，我看应该是 New York Times 的 YouTube， 我们如果现在在 YouTube 上面搜 Island in Between，就会找到 New York Times 的 channel。我们还放在那边是免费让大家可以看的一个20分钟的一个短作品。这个应该是过去10几年来 Snacks 就是做纪录片做的久，它应该是一个很独特的时间，因为就是起码之前都没有报奥斯卡，然后进到入围这样子。奥斯卡，因为我们其实，在全世界 A 级影展里面，我们第一个进去的是威尼斯影展，那个在2008年我们就已经有进去过。奥斯卡因为它的说故事的方法非常的美国，那我们其实也平常也一直有在关注，因为我还有另外2个 CineX 的联合创办人，其实我们都是奥斯卡的会员。所谓的会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角色就是除了终身会员，同时我们也是评审。我是2017年就做评审，每一年要看片子，所以对奥斯卡的大概的生态是知道的。但是要能够进去是不容易，因为它那里面还是一个比较以北美为主的一个调性啊，然后它的世界观也是比较偏美式的，所以我们的作品有的时候比较是由内而外，是从亚洲或者是从华人自己的观点出来，所以有的时候不太容易跟那边的观众或者是那边的评审要能够接上。但是我们2017年开始，美国 Oscar 被批评太白，老白男所以就开始 diverse， 让女性、年轻，然后非美裔要能够大量的进来，所以目前我们等于说国际的评审已经越来越有一个比例，然后也越来越对于这个最后的决策有影响。Oscar 还是一个很有意思，它现在越来越 diverse， 然后大家会做非常多的探讨。但是它跟一般的电影节很不一样。一般电影节，比如说金马或台北电影节，或者是即便是威尼斯，都是小评审制度，不超过10个人，大家基本上关了一个黑屋子，然后讨论啊、辩论，然后电影节也不让一般人去影响他们。Oscar 是工业行为啊，你猜我们的 Oscar 的评审有多少？哇，几百人。我们纪录片的这个我们叫 branch 是700。哇，好多！然后我们我们一旦入围了以后，是整个打开跟剧情片一起投票的，整个加起来几千、1万
哇，所以哇，你刚刚猜的极少哎，就是没有，我都少一个零哎。它是一个大评审制度，所以它其实就是告诉大家，这些人都是评审，你们自己去想办法。所以对于大型 studio 像 Netflix 他们进来，他们是有非常大的肌肉很大，他们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所以独立作品其实是不太容易做 campaign 的，我们叫有点像打选战一样。那金门其实我们能够走到入围是相当不容易，对，所以等于说我们等于是有了台湾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去打这个对，很希望奥斯卡杯，对，因为我们入围的其他4个其实背后都有很大的 studio 在支持，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对抗的话，我们不能够只是靠银弹了，必须要靠很多别的人脉，或者是靠我们的作品的议题，要能够去表达。所以这个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成功的案例，将来在台湾看能不能够传给大家，传给更多的人可以来参与。对，但赵三者他显然也很，你的观点上，他最终也是会出海给更多的国外观众知道。我们第一个动作会是跟报影展。也是会报影展，国际影展会先去报，报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大概第一个国际上哪些国际影展接受的，我们就会从那个地方再开始部署，到2级影展，然后到地面的放映。我们现在虽然已经收到了非常多的邀约，对，在美国的东岸、西岸的一些学校都已经把我们的希望要去，但我们一定把首映权国际首映权要留给一些大的影展，所以这个要有一个先后次序。对，好，因为刚刚讲金门也讲赵三者，其实 Ben 不是刚刚讲已经做了这个纪录片的时间已经做了10几年了，然后CNES 过去呢最早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想法就是说希望能够以10年的100部的计划在进行，然后当时间有点像是纪录片的加速器，我们讲网络很多这个网络服务有加速器，参与这个创业的 Poker 的加速器，这感觉像是纪录片的加速器。那这第一个10年已经过去了，那你觉得这是第2个10年您看到的未来，就是让趋势吗？更国际、更大的、更多人能够看到台湾的作品吗？我觉得台湾的纪录片的动能一直都很丰沛，从大概公元2000年开始就一直是很丰沛。当然，我们台湾相对来讲，所谓的剧情片的电影，其实是一直有一点被国际的好莱坞的这种大型的片商有一点压制，因为台湾在 WTO 的时候是开放了所有的 quota 嘛，所以等于说是无设限的进来。它跟韩国是很不一样的，韩国其实国片的比例是大概有30-40%都是他们所谓的国片，台湾大概10%都不到，所以这个就会造成国片本身一直都很辛苦。那你对于要讲自己的故事这件事情的这种不管是社会需求或情感需求，纪录片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文本，就在这里面。所以从2000年之后，不管是从生命讲这个地震，然后包括像我们后来进来以后也上要院线，像不老其实是3000万台币的票房，到后来看见台湾是2亿票房，每一年大概基本上都有破1000万的这个纪录片在票房中。这个在全世界我们去分享的时候，其实国际友人都非常的意外，这么小的一个2300万的一个所谓的市场，可以有这么大的一个纪录片的电影票房，你放在美国也你真的用同比例来讲是这个很少见的，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跟公民社会的一个需求，所引发出来的一种影像作品，那我们的前10年是用当时你看这个话说2007年的时候，整个纪录片都还是相对资源非常的缺乏，然后我们是用一个加速器，的确是用这个逻辑跟这个语言在说，每年我们会海选，然后大概最后会跟10部作品独立导演作品合作，花大概短则2年，长则5、6年，把他的作品做完，我们成为他们的
这个制作人，然后带这部片进到他该去的地方啊，包括国际影展或者是电影院都可能。这种加速的过程做了10年，做了的确是100部。然后我们后来就变成不是每一年固定的海选，我们就是遇到就合作。然后是一种我们所谓的 rolling 啊，见到就合作。然后我们要合作，我们就出去一起去募款啊，比较不是说我们以前是攒了一笔钱，然后用分配的方式，现在是一起出去募款。所以像包括我们过去等于这个已经到我们今年18年了嘛，所以已经到了第2个10年的尾声。我们都是一直在用比较是用合作募款，然后出品的方式在做。所以我们现在第3个10年也正在筹备啊，对，正要进入第3个10年，对耶，对啊，已经准备要进入第3个10年。我们是觉得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可以建立某一种纪录片学院的地方。因为台湾是一个很有舆论能力，这个胃纳量很强，然后在亚洲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所在地。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思考跟筹备这件事情，非常想要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创作者，包括国际的、亚洲的创作者一起来到台湾，大家一起来在台湾作为一个hub 吧，一个汇聚地然后大家一起来对纪录片这件事情，包含传统的纪录片以及未来有 AI 的时代的纪录片生成式，对它会长什么样子我们其实都很好奇。Anyway 这里面感觉上有一个非常属于台湾可以扮演的角色。对，因为我们可能会看到什么艺术家来驻点啊、驻村，这有点类似那种不只是驻村驻村的概念，它可能也有比如说我乱讲，比如说可能是邀请大师来台湾，然后可能有讲座是一种，然后开课是一种，然后各式各样的，我觉得都会令人蛮兴奋的。对，台湾的电影的从业的这个人员是非常多。以前我们就讲，早期因为电影有一点不振但是电影节都有非常的活跃，对，就是我们即便没有电影工业，但是有电影节，为什么啊？然后非常多的游牧民族在各个电影节之间去支援就培养出爱看。我讲的不是观众工作人员，专门谈国际合作的，专门做公关的，专门做票务的，就搞得很像办演唱会，大拼盘演唱会这样子。就是每次要办一个电影节或者金马，就是大家都是摇篮，然后大家都彼此互相一直在养成一批一批的专业人士。所以我觉得台湾对于电影或者是用影像来观看这个台湾跟世界，这一个对于年轻人来讲是熟悉的。而且这个是未来的第一语言嘛。就是文字的阅读会越来越浅嘛，可是影像会越来越深，越深越广，所以你的眼睛的视读能力就是决定了你未来的竞争力量。确实。那我记得，因为你刚刚提到影展对我来讲就很像那什么金马奇幻影展啊，或者CNES 有自己的影展，我们曾经办过10年的影展，有这件事情吗？对，有，没错。OK， 所以就觉得这个形态，然后就是那几天的时间就会有不管是台湾的作品或是国外的作品都会被邀请进来。对，我们的做法跟像这个金马他们比较是把最近的新作品来介绍给大家，或者有一些焦点影人，就是找一些特别的好题目然后就针对于这个导演，然后把他的专辑全部拉过来，然后导演来分享。我们那时候是用主题，每一年挑一个大主题，然后把全世界有这个题目的纪录片全部都汇集来讲钱。第一年是讲全部跟钱有关，我们就看到这个不管是亚洲、欧洲、中东，大家在讲钱这件事情的纪录片，大家都在说什么然后第二年是讲梦想，每一个纪录片大家都在看自己的土地上在发生的梦想是什么。所以我们是另外一种切角啦，对，是一种策展。对，就是我印象中就都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就各个平台上我也会去看，比如说不管是CNEX 这边其实是有一个叫 Gillo 的平台，那当然也有比如说像 Netflix 上面也都有非常多的
纪录片，就我没有想到这一个格式。有时候也想说，谁要看这个主题看1个小时，而且是没有剧情的。但通常你都看完之后，都会觉得说，哇，怎么这么感人，怎么这么的有意思？这是您当初就是为什么当时间从网络产业退下来之后，会选到这样子的主题？我想你被问过100遍，但是反正然后再讲101遍，101遍，对。这个就是一个标准，就是爱喝牛奶，不小心搞了一个牧场的故事。我从大学就爱看纪录片了。对，那我是5年8班，就是5年级生嘛。然后大学第1年的时候，就是台湾面临解严，1987年，就是我们这部纪录片《造山者》里面台积电成立的那一年。对，所以1987年是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蜕变年。那学校里面是非常的热闹，加引号就是都是学运。然后其实在那时候台湾是一个秩序重组的状态，开放报禁、党禁、法禁，什么都有。电视台，你打开以前从老3台啪一下变成看不完。对，所以他那个社会力突然解放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其实上是非常不适应的。然后其实那时候移民潮，大家会觉得台湾失序，那重新就解开来以后，不知道怎么绑回来，找不到一个这个依托的一个，找不到一个，就是说心中认为说，这个秩序应该长什么样，只知道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那时候也是靠纪录片，因为媒体打开看不到什么帮忙啊，大家都在互骂了，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好像没有改变，对，所以我当时靠几个纪录片，帮我重新找到一个比较所谓比较笃定，对于台湾笃定的感觉。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发现，纪录片对我的影响是大的，而且它是一个有长时间轴，可以拖好几年。就是说我发现它给予我的这个一些观点跟视角，它可以让我面对一些媒体上的纷争，我反而可以比它大。我觉得这个是好妙的一个经验哦，就是说我在别的媒体上找不到，我可以靠书，书也可以给我类似的，对，有一些就所谓的 non-fiction， 就是这种非小说类的这种，事实上也给我类似的力量。但所有影像的部分，我只有在纪录片里面找到。然后后来我到了美国去念书，我创业开始做网络科技，也没有什么老师，我也是把纪录片搬出来，去看看那时候电脑的矽谷的这些神一样的，不管是 Bill Gates 啊、Steve Jobs 啊这些人，他们 Sun Micro 他们是怎么竞争的？我后来又到了北京新浪网嘛，那时候我在北京跟这个上海也待了好几年嘛，也是发现我对那边的世界过去是在学校里没有学过的，我是完全一个陌生的状态，也是靠非常多的纪录片在补。后来我就在2004年、05年就开始有这个念头，就很想要看到我们自己的土地上的故事长什么样，发现没有很好，没有什么故事，全部都是日本在拍华人，英国在拍，美国在拍，都是别人在看我们。那时候我就后来跟几个创办人，那时候就间接就串起来，就认识，就在讨论。最早其实只想拍一部片啊。什么片？不想，那时候想拍一个，就觉得我要拍，我也拍一个，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所以我应该要拍一部。对，结果后来想想，一部片的力量事实上很快的就过了。要持续做，能做一个平台催生这件事情。那就做了 CNEX。对。哇，所以就是爱喝牛奶，因为还就开一个牧场，个牧场，对，就是、然后牧场越开越大，然后还不想卖到去美国了，越开越大，还卖去美国。对，所以我们这个创业者的坏脾气，你知道毛病啊，就觉得这个我要自己来做，这有多难？这个就做了，黄仁勋的一口头禅，这有多难？做了觉得好难哦。How hard it is？ 但我觉得整个题材上，你有觉得有大幅的转变吗？就是从头个10年，第二个10年，然后我感觉是原本是更比较我讲现在是比较聚焦在台湾身上吗？会吧？你会啊，我因为觉得台湾的故事非常精彩，台湾的故事，而且我发现
需要更多的这个连结，不然台湾很多故事都断裂掉了。对，那我们如果要一起跟很多很出色的创作者一起来做，其实就是希望把这个台湾自己跨世代的故事想办法能够串得更好。因为我觉得很多年轻一辈其实在面对台湾的未来其实也心中有热情，但是他缺了一些东西，他被接到了社会的包袱，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去开这个东西，很多东西是藏在潜意识，没有翻到意识上。我觉得纪录片有这个社会任务吧，就是大家会从不同的观点去辩论，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来自台湾，就是一个这么特别的一个地方，有这么多股力量汇聚在这个岛上。那大家要一起去面对未来的时候，你要知道过去曾经发生的很多的故事。因为以网络圈的人来讲，比如说我，然后做这种软体网络创业，然后就会觉得从2010年做，你就想说为什么整个社会的资源的力量都倾斜在半导体或者是硬体产业，比如说你要贷款，你觉得这整个经济或是银行的体制是为了半导体业设计，因为他借钱，你要有厂房，你要有机器，你要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啊，它整个逻辑都是从这里。然后政府可能也没有那么重视你，原因是因为半导体业事实上就已经占了整个GDP 的很大的一个比例，然后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会是这样？你为什么这个国家不重视我们？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是这个样？但是你看完这纪录片说他也是50年前是从没有到有，也花了50年。对，然后他们一开始也是大家也是去学嘛，然后去创作出这些事情来，然后也是到处去打拼，然后赢得了这个结果。那你当然我们现在要再让软体稍微更出来，我们必须要有可能更大的努力才能够改变这件事情。那也会讲说什么是荷兰病，就是说我们万一太依赖于单一产业，对台积电的时候该怎么办？那这个都是很多可以探讨的问题。这个非常多探讨，因为我记得前一阵子，因为我是 Stanford 的背景嘛，所以 Stanford 有做了一个台湾 program， 然后他们那边的学者老师来到台湾，有在说他们当时在分析台湾的高等教育为台积电供应的人才，其实大概现在50%的那个硕博其实都要进台积电，再过几年是80%，就是这个你知道那个一个迅速扩大的一个公司企业或者是领域，台湾的 supply 已经跟不上了，就是你不要讲水电土地，对，人才就是一个很大。你刚刚讲荷兰病其实就是这个题目，对不对？因为其他的软体业或者包括园区的相关的产业，其实都抢不到人。因为大家都会被吸纳到像地心引力一样被吸过去，吸到台积电去。对，这个题目非常重要。我觉得，台湾又是少子化嘛，对，所以怎么样能够让台湾在未来能够很顺利的继续的长大，而且这个母体所生出来的巨婴啊，要怎么能够继续成为台湾的一个骄傲？这个是一个大量的一个包括政策，包括台湾所有的人的心态，都要去想，都要去面对。因为如果说今天水电土地这些事情，我们说我们不让它出去，那我们就要很多的牺牲了，对不对？我们要以它为优先，然后我们的土地以后这个包括电、绿电，对吧？那所以这些是属于政策面，但是台湾又是一个公民社会，又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所以又跟投票有关，所以又跟所有的全民对于这件事情的共识是有关的。他才会决定未来台湾会怎么样能够持续的呵护或者守护这一个产业，对吧？这也回到《造山者》这部电影最后面，其实他我们有碰到这一题，有碰到这一题，虽然是很短暂的，他其实提到了不管是能源、土地，以及刚刚讲教育人才，对，然后跟我们现在遇到的地缘政治，那我们真的有办法把这个巨兽这个这么厉害的留在这，我们可能坦白讲，我讲，我觉得在某个时间点，我们可能没办法
撑得住因为人在少子化，我们不可能台湾100%的国民都去台积电上班，变成业务役是不是？大家都有进去轮班才能够这个救台湾这样子，就我觉得好像蛮有道理的，workable。男女不分啊，都可以啊。兵役就是进台积电之类的。我这的确在所有的确是一种国力的建立。就所有的我就等于是有一个很好的深思，然后深思就不只是这部片，就是未来会有更多的纪录片，用各式各样的角度在看这所有的事情。然后，而且不止也只是这个单点，而是我们往前看，因为有时候我们小时候学的历史，或者是我们接受到的资讯都非常的单一。但是如果越多的纪录片在往前一直讲，不管是戒严的时代，或者是日治的时代，或更多的事情，或某个单一土地上的事情，我觉得就会更有力量，更好。对，我觉得台湾，你刚刚讲到软体跟硬体的差别嘛，对不对？就是台湾还是过去50年比较以硬体为主，然后很多的金融的体系，你必须要有厂房，不然你的资产就不算数嘛。对。我觉得这个的确对于很多软体公司来讲是辛苦的。台湾如果政策上可以再开放，我觉得台湾的竞争力及这个潜力会更大。对，然后我觉得也要可能大家对于台湾的不同的行业的信心要再多一点，因为有的时候他为什么管这么多，是因为认为政府有责啊，其实政府有权，但是也有责，有责就是要保护。保护的话，有的时候就会限制了嘛。就像父母要觉得我有责任，以至于他就限制了小孩的成长。所以台湾有很多的政府是抱着说我有责任这件事情。那你说他对，说他错吗？他也不能说错，但是他要怎么去重新看待他的角色，让台湾这个机会能够被激发出来，对吧？所以我觉得的确像 AI 的时代。我们除了做硬体，那后面还有非常多对这个 upside， 对这个无限的空间是在软体这块，还有应用跟服务嘛。我觉得如果台湾可以把这个政策上做一些调整，它的那个后面产生的潜力会更多。而且台湾年轻一辈，我觉得以前我们都是帮人家代工嘛，代工这件事情，就是你比较是靠别人设计出来的一个产品，你帮他实践，对吧？这个当然从我们的电影里面已经看出来，这已经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一个全世界大家都不可忽视，甚至不可跨过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成就。可是未来的人类的文明，它可能还有更多，我们可以再往前去参与。所以我们自己现在台湾的一般的消费者在用的东西都是非常国际性的东西，对吧？我们用的网站，我们用的软体服务，我们用的 AI 的服务，其实都是国际的东西。你作为一个消费者以外，当我们要创业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有机会也进到那个 level？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台湾如果没有进到那个 level， 我们做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所谓的本地化的工作。本地化的工作没有现在你的竞争力就是很低了。对啊，人家都可以进来。AI 是我用到 ChatGPT 第一件事情就是可以说中文嘛，可以糗了，被抹平了。所以人家可以进来，你出不去，那你的竞争力事实上是就不够的。因为实际上，我觉得这还有一个命题上，我看这纪录片一个很大的命题是说，当年呢，政府是用某种类似计划经济，这个院长的或者是部长的高瞻远瞩，觉得停了这个计划，然后想要说服所有人，然后搞定了这所有事情。现在办的，然后再来是但后面比如说好像是记忆体，或者是我猜是面板。就是说，类似的方式在想要复制这一个成功经验DRAM 那时候是 DRAM， 然后机体对，然后就是没有这么成功，或者说在产业特性上没有那么成功，所以某种程度上，它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它计划经济并不是打包票一定会成，必然会成的，所以我们也我认为我得到启示是，我们也不能期待造山者这件事情可以。我们可以一直靠着经济下，对，我们靠着政府的造山想办法把它造起来，这个可能也不是一个正确的思考方向。对，其实我们那时候在访问台积电的前董事长刘德英他有一句话，其实我们没有剪进来，
他就说我们现在都看到的都已经是这个成功上岸的企业跟产业，其实这过程中有非常多前仆后继最后没有成功的公司，这些对我们的很多的我们可以从里面学到的东西可能更多。对，就是但这是我觉得这整件招生只是一个刚开始，然后我们有机会，我觉得很多延伸阅读了，因为我们做完了以后，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很不容易，就是萧导把这个故事算是收得很漂亮，让台湾的大家都可以进到这个故事里面，这过去的50年的奋斗。但是它是一个饮水思源，但是开枝散叶，所以它开枝散叶里面有非常多延伸阅读。我觉得大家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你就可以再去找不同的相关的传记，对，好，还有一些报道，你去看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你就看懂了。这真的是我觉得台湾人的必修课了。对，因为台湾是一个以半导体算是在过去这50年站稳脚跟的一个行业，大家不要只买股票，好不好？就是说，你对于股票背后的那个人的成分，还有那个脉络，你看懂之后，你会对于那个股票更有感觉。确实，然后你从此以后，你就可以介入到，你可以去看更多的相关的题材。我觉得这是一个打破过去所谓工程师和一般老百姓中间那道墙的一个作品。我公司里面 Gillo 的那些同事看说我终于知道我们那个工程师部门的人原来也是有血有泪的。原来我那时候看完影片的第一件事情是，我想要把那30个就是被派到美国的RCA 的工程师的名字列出来，然后他们做过的你画一个心智图，然后画一个那个图，然后就是他们还有一个是我想知道今天最有钱的人是不是就是那个联发科的董事长，或者是还有其他人，然后这些人的状况怎么样？就是对那个你做啊，你做不是我后来发觉就是有一些东西要做，我后来又做别的事情我就忘，就是我那时候第一个是应该要把这30个人的这个。做一个基础一个简历，你搜寻出来的时候，你会至少会得到这30个人是这30人特遣小组里面的第一队第一队的第一组，然后是现在最后在什么职位上，后来都发展，对，都到了何处？对，这感觉那它里面因为有一个是工研院的当时间的财会，然后跟着他们去学财会，然后回来，然后。就是他们不只是学技术而已，其实要学成本啊、会计啊等等东西，所以那看起来也很有趣。那这个他人还在工研院，我说他居然还在工研院，就是你觉得里面有很多细节，更多可以讲的事情没有被对，有些人后来就留在学界，然后或者在比如说像到工研院，像史新泰就后来是在工研院。然后有一些就进到业界去奋斗去了，所以大家其实都跑到不同的岗位去啊。那真的你说跑到业界的，当然后来他们因为在那个时间点做了一个这个事业以后，就可能就随着造山运动就上去了，对吧？变玉山，对，他的财富就是上去了。但我自己觉得很多人回到最源头，他并不是一个财富导向的一个奋斗。就像很多创业者，其实最后财富是一个副产品。对，所以对他来讲，他一直是在想象的是一个未来。我觉得他也是混合着当时大家对于自己的家国的一个心心念念。那个感觉就是说，我在这个 PTT Job 版，或者是有个游学版，然后就说，这个工研院征招什么人，然后就揪团，然后就。要不要去，然后就去报名，然后就当时先是这样子报名，然后送出去的。但我觉得你要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你愿意去，那个机会也是一个百中选一、万中选一的过程的。我觉得这非常真的也是，我去看那个真的也很有意思。对他们很多人就回头想说我当时在海外如果没有订中央日报，我就看不到那个小广告，我就不会走到人生那条路上。我看到那想说那时候看报纸，然后看到这个讯息，就是他感觉就是分类广告的其中的一个，而且他们很故意他们还用英文看，他们因为要找看得懂英文才能够到海外去，所以他弄了一个英文的小广告。
然后就找到了这一批人。哇！你想，这是真的，你就想那是一个很。你筛掉到最后，你才有机会到做这件事情，然后再做回来，然后再做到这整件事情。对，这是一个，所以想 recruiting 多么重要。这真的是一件你看完之后，你会有很多对应的感想。所以我觉得这部片真的是超级棒的。对，我觉得这个是帮这个时代真的那个这种特殊任务，把它真的还原啊。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听众啊、观众啊。能够不管是几岁，大家在各个岗位都进来看。好，我们这主要的正好告一段落，我们会问一些跟 Ben 有关私人的一些小问题。所以 Ben 最近有推荐我们看什么样的书？除了电影之外，因为电影当然首选就是《造山者》是。书最近当然时间很不够，不过我过去这半年有看一本。叫《汉字王国》，那个作者叫石敬远，是一个耶鲁的一个 professor 写的。她事实上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她是一个女教授，然后从台湾念书，然后后来去美国，算是小留学生。她写汉字这件事情的历史脉络好看极了，真的好看极了。因为我自己是做网络科技出来的。我以前经历过大五码，经过 GB 码，经过 Unicode， 然后他是把这个东西拉到更早，拉到54之前，就是当这个文字这件事情进到民国时代，大家会认为西方的拉丁才是正王道，对，才是科学，所有的中文都是拖慢我们西化的任何的这个包袱，必须要把它甩掉，对，所以当时就进入大论战。怎么样能够把中文留下来？是靠几个有心人，想办法把它留下来，保存在我们的现代化的过程中。然后不管是打字机，到后来的电脑，你想看我们的电脑都是西方的玩意儿嘛，对不对？键盘，对，你怎么让中文进来？然后中文里面又这么复杂，汉字又有分台湾的汉字。然后日本的对吧？然后韩国的，然后东南亚的，然后简体的，这里面后来就反正他这个故事你看完了以后，你突然对于中文的这个世界的文字的这个薪火相传中，其实不是那么理所当然。好看，我跟你讲，这大推荐，而且我自己是知道说，现在 AI 大家会说。其实中文的算力的消耗比英文要少，所以这个反而好像认为中文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机会啊，在这个未来 AI 的时代，说不定有一个优势。我前阵子刚好看到，不知道是我忘记是梁实秋还是谁的一台打字机，林语堂，对，林语堂的打字机被找到在美国找到，这个也在书里面哦。这个我好推荐，我自己因为。对于文字是很热爱的，然后我自己也很爱看一个纪录片叫 Helvetica。Helvetica 是字体，对，那个纪录片超棒的，好看，对不对？对，好看。我就一直觉得华人世界的汉字是需要有一个纪录片来讲它的故事，有道理。那个光讲字形这个字体都可以拍成一个超好看的纪录片，我觉得也是。了不起！我后来有时候你选字，我就刻意选那个，感觉自己，但实际上也没有。但是你就觉得我选英文我就挑这个经典，没有人会呛你，就这种感觉。对，所以中文字就我们看这一本书。然后那您最近呢？最近应该超忙的。那你平常会做什么运动吗？我游泳。对，我是一个固定大概每个礼拜要去游泳的人，但是我自己因为太忙，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完全这个都做到，没有办法完全都做到。对，因为我自己过去这十几年前我有开过一个大的手术嘛，所以我是不能做竞争型的，所以我就是靠游泳跟自己比赛就好了。好。感谢 Ben 今天来跟我们聊这么多，然后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看一下《造山者》。谢谢 Ben 今天来，谢谢两位，谢谢，拜拜，拜拜。
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